外面做过没有？60号不是你画的？那边是60，你在外面做过了。知道怎么做吗？然后我给你简单说一下，反正你听不懂，但是没准过几年你想起来做楼梯的时候又会回忆一下，然后又看到别人怎么做，然后觉得别人做的还是可以，或者是别人做的很差，然后你就可能就回忆起来了，我当时说的是啥意思？因为做这个木工就这样的，当然听不懂很正常，因为你要回去想，你要接着做才行，对吧？这楼梯第一个我们要确定一下它的实际的高度，到地面，然后你算一下大概有多少级，然后到那个这个楼梯是个三角形，看没？是个三角形，垂直，这个点并不是最低点，最低点是三角形的那头落地那点才叫最低点，知道吗？这图有可能是斜的，对不对？但我必须知道三角形这头最低的那头那一级应该在哪个位置。好，然后我知道那一级，所以我拿个水平尺去量一下，把下面先放平。好，然后量一下这个到那边的最低点是大概有多少？这个正好有800多，大概有890左右。所以我就算每一级是175，5级就是525，5735，就是875。它的楼梯的实际高度，最后一级 deck 上面就应该是875，到这儿对不对？我分了5级，一级、2级、3级、4级、5级、2级、3级、4级，第5级，第5级其实就是地面了，不需要做那个木板，对不对？这是第5级。好，你看我的高度，我的实际的高度。实际的高度是不是175啊？每一级要上去的，就是这个距离。对，这个距离和这个距离之间是175，对不对？相当于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也是175，对不对？人走楼梯一般是最大不要超过185，或者是190。190的话，走楼梯的时候就有一点那个要绊脚了。然后160以上，160以下就有点那个，有点踩空了，这感觉哈。所以175凑合可以，中间可以用。这个地方就是175，看没？也就是说这条线到这儿是175。然后我们正常一个跨步，实际跨步是280，实际跨步是280，这个就是280。然后我们一定要出来20。然后这实际的就有300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真正计算只有280，这人踩上去280是踩的是最舒服的，而且这下面是空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多了一点，所以它脚可以顶到这儿，它一般脚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280、300，然后170，好，就算出来这个边，这边有330，这是勾股定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170除以280就算出来这个角是32。楼梯最佳角度就是在31到34度之间，超过这个角度就有点太陡或者太平了。刚才那个2、3级的小楼梯是35，是165，除以280是30，这是175，所以它变成32。所以说我们这边量线就从32度开始量的。你量线的话，我就从32度开始量，第一根线垂直就32度，就到这儿32，对，32，然后后面我计算过了330，所以你从这个点开始每330量一个，好，每330量一个以后，然后你在这儿32度，再画度，这个地方32度，这根线画出来，然后这个点是有的，这个线画出来。好，然后再根据这个把这个屁股这儿，给它这条线可以画出来了。你这32度这边就是58度，58度，
把这条线画出来，把复排处放这儿，然后把这个板的位置画出来，这是最精简的。好，我现在画了第5格了，1格、2格、3格、4格、5格，这是5格。这条线，这个线是不需要了。这个线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计算，我们需要从哪儿开始切了。这一般出来100，从这个尖尖这出来100是没问题的，就让这个更坚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出来100，这是往底上做的。对，出来100，或者是说我们从这儿量，这是120，对吧？这要落地了。你量120的话，相当于我从这儿有一刀切过去，然后从这儿切一刀过来，就没了。这个底就是在最底下了。就是漏皮这个。对，这个地方你看，这个地方加起来还是175，是吧？到这个是我假设的是地面，是吧？啊，现在我把这个要准备连一下，把这调成32，然后过来，就是我们那个板的最边上了。相当于这个地方，这个比较分。对，这个区域就这样。好，主要的是这一刀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剩余的就是距调成15毫米，从这儿先切一刀到这儿，从这儿再切一刀到这儿。切的时候都是放在这儿往下压，然后再过来，往下压再过来，然后最后这个部分凿一下，其他都能切干净。好，然后这边板在这儿，我还是要量个175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它的我的有效高度嘛。大概在这个位置，17，对吧？这是实际上了最后一个台阶，这个是实际上了最后一个台阶 deck 的 joist 板上。如果这个上面要铺 deck， 那正常铺 deck 它高度不影响，只影响的是最下面那一级。最下面那一级影不影响其实也无所谓，对吧？那这个面和 deck 平了。对，这个面是和 deck 那个 joist 面平。啊。好，第一块就画完了。然后，现在我要把第2个画出来，第2个他妈的别画反了。
抄就行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画个线，我画一个大概形状，我看剩余的还能不能动，够呛。够。再做一个端的够。我叫他拿过来，我画一下吧。好，正好都他妈是反的。这不够了吗？正好够一个，那就放那里。这会透给这边的吗？对不对？一下这是底嘛。760。人家做新西兰的木工会做楼梯，就是到哪都可以。你啥都会做。嗯。会做楼梯，会很多。对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楼梯的具体的量法哈。楼梯具体量法有两种，第一种是看你的那个最低点和最高点两个之间的落差 C， 然后用 C 来除以我们选取的那个楼梯每一级的高度。楼梯每一级的高度呢，你是做那种 deck 板铺的那个楼梯，就是那个叫做踏步吧，因为有的是台阶式的。阶梯式的，一阶一阶的，整个楼梯是一阶一阶的。一般大部分都会选取100，如果160的话最好，正好是一块板。140也可以，就是140，但是一般选择160。160为啥呢 ？deck 板是20嘛，你根据你的 deck 板来算，一块 deck 板如果是140，厚度是20。然后上面那块呢也是20，那整个就是160的实际高度。然后你的 joist 放在那里的高度应该也是160。160的话，你侧板铺160，上面铺一个，你侧板铺140，上面铺一个20，就是160。然后你下面剩余的那一点又被你下面那块deck板20遮住了，所以说总体来说是160的高度。然后你做木头楼梯，纯木的那种，技术考验性比较高一点的。然后你选取的话，选165、175、180都行，主要看你的那个地方的比如说你的跨度，就你的地面那个G，那条G是不是G的长度是不是能满足你楼梯的那个长度？如果那个G受限制，那你的楼梯的踏步的高度就会增加，因为你的踏步数不可能增加太多，只能把那个高度每一级的高度提高，因为那个数大概是280，你如果做的太小的话，下楼梯就有点踩不到了，你知道，非常麻烦，就是你从上面下来，你可能只踩了半级楼梯，很容易滑倒，所以你至少要留出来是280。好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呢，通过这个高度和你的伸出来的这个长度，这楼梯伸出来的长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出每一级大概是多少。
当然了，然后再反算回去取个整数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好。然后你最后一级到 deck 那儿是根据 deck 面来的，可以考虑忽略不计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最后一级，这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整个楼梯会凸出来一点，凸出来大概300。然后你在最下面也是最下面那块板我们不需要，那是地面，所以说你到时候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如果你级数可能会比你的跨步数多那么一格，就是多那么一格，为啥呢？就是因为省了一块板嘛，就是最下面省了一块板。我们画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角度来画，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三角定理来画。就是三角定理，比如说你160，你选了一个165，然后我们实际跨度是280，那我们中间的斜边就是325，我们可以在那个290或者240的模式上把那个325挨着画出来，挨着画出来以后呢，然后你做一个直角，然后一边是165，一边是280，然后在上面把这个楼梯的那个形状画出来就行了。当然你也可以根据那个角度来画，比如说你165除以280得一个那个 tang， 然后再换算出一个角度来，大概就是可能是30度左右，31度，两个方法都可以。当然了，最好还是选取一个三角形，那个来得快一点。你画完以后，然后从那个表面往下用一个 4x2 把我们要凿的那个区域画出来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你凿多少取决于我们的踏板选取是多少。比如说2条140，我们就是280，这个是没得说，280。当然了，我们还要伸出去一点，就是后面我们可以少一点。如果是1块190加1块140，那就是330，这是从后面到前面330。如果你选取1块290，直接一块那个 Joyce 290。那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探出去一点，前面探出去20，然后把那个整个那个该画的地方画出来，就 OK 了。画出来完以后，切就是按照我们后面那种切法，比如说那个怎么切呢？就是用那个电锯调深度15，然后把两边切出来，然后中间多切几刀，然后用凿子把里面那些渣凿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最后一点你一定要凿平，把整个 deck 凿成一个适合的形状。最后如果有条件允许，在里面做点 stand 或者刷点什么东西防腐一下，就效果最好。deck 板呢，你那个做那个踏步的板呢，头上如果能防腐也可以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尤其是沁油，就是用那个 stand 来沁一下。因为为啥呢？因为所有的板的那个头就很容易水就会很容易从那儿沁进去，你板的边反而不容易沁进去，就是头上很容易渗进去，可能就是木头的原理吧。它那个细胞在那里断掉了，可能纤维很容易顺着水流进去，就一直沁到里面。有点麻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 Weatherball 它经常会在那里切完以后切口第一要刷漆，刷那个 undercoat， 这样的话可以真正的防水。如果你不刷的话下次让你们看一个不刷的情况，等那个地方就会腐烂掉，而且它腐烂的很奇怪，它腐烂的时候还是保持原来形状，只是你手摸过去以后里面都成海绵了，就是木头已经被腐蚀空掉了。电锯已经切了15毫米深度的条，那个就是我们插楼梯的位置。然后现在就是用漆索把整个切开的地方给它挖干净，到时候当我们装楼梯的时候呢，那个板儿就从后面一条一条插进去就行了。我们用的是漆索，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。当然有的人说用 rotor 来揉一下，那个也行，只是说那个灰特别大，到处飘。然后遇到有风的话，也有可能会飞到眼睛里。这个呢，就是刚刚锯的时候稍微锯了很多，但是凿起来是很快的。做这种木头梁的楼梯，就不是那种楼梯平台，凿这个就稍微费点时间。但是你要保证质量的话，一定要凿好，它至少不会出现
间隙特别大的情况，你着平以后螺丝一锁非常稳，而且到时候再上点油就更防水了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。